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的大主題，我們會來特別關注到的是有關於美加之間的兄弟情正式的撕破臉了。卡尼的最新報復行動，包括他砸75億的加幣要來硬槓美國之外，他也說了，接下來有可能針對於美國的150萬戶的家庭來斷電。另外一方面，加拿大現在舉國反美情緒高漲，甚至喊出了要挺國貨、拒買美貨，也就是 Buy Canada 這個網站哦。現在說呢，點閱率暴增了200%，軍事化的部分也同樣要去美化，在加拿大原本要買的88架 F-35，現在恐怕都會被換掉。再來就是美國的衛生紙假的肥料因此大漲，都對於美國來說有重大的打擊。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做深度的剖析。先歡迎在場來賓，首先歡迎國際情勢專家賴岳謙老師。主持人好，觀眾朋友大家好。前國安會副秘書長楊永明老師。思敏好，各位朋友好。陸軍退役少將李正傑將軍。思敏好，各位觀眾大家好。好，觀眾朋友，節目開始之前，先幫我們節目按讚、按分享、寫下熱推，告訴我說思敏在哪一個城市收看。環球大戰線，記得了，我們的會員頻道已經成立了，還沒有按下加入的觀眾朋友，趕快動動你的手指頭，按下加入鍵吧。這一場美加之間的大戰，正式的兄弟之間撕破臉，我們要趕快來看到是加拿大這一次不只是反擊川普，而且他也在重新思考了是不是要繼續依賴美國，甚至整體的氛圍就是要來去美化。川普對加拿大課徵了50%的高關稅之後，原本以為加拿大會低頭，但是完全沒有。最新呢，卡尼是硬槓到底了。加拿大針對於美國700多項的商品祭出最高達到50%的關稅報復，甚至呢，他就說了，我們因為要打的是一場非常長期的貿易戰跟美國，所以呢，我要來力挺我們的勞工跟企業到底。所以卡尼決定要砸75億加幣來支援這些受衝擊的企業和勞工，來打這一場長期的貿易戰。現在最值得關注的事情，恐怕不只是關稅的數字而已。國內的在加拿大國內的反美情緒高升哦，現在都在喊要讓美國痛，要去美化。這一場風暴，我們今天會一一的剖析，其實已經一路的燒開，從能源、民生、農業到旅遊，一路的延燒，重挫美國。趕快來看一下細節。首先看到加拿大反美情緒升高之下，加拿大總理再次的喊話說，我們非美國的附屬品。安大略省的省長說，我將不惜一切，首先針對美國的能源來做斷電。他說有可能會對美國的150萬戶的家庭跟企業斷電，當中還會針對密西根州跟明尼蘇達州、紐約州的電力加徵大概是25%的25%的這個費用。農業的部分，我們都知道美國現在很缺肥料，尤其是在中東戰事之後，價格暴漲，一口氣達到50%。而美國將近90%的進口都是來自於加拿大的鉀肥，甚至呢，現在喊出來說，有可能加拿大就會對美國來直接斷了這個肥料。那對於中西部的農民來說，又是一種重挫。民生方面，打進美國的日常老百姓的生活的就是衛生紙了，因為美國的衛生紙大部分是從加拿大進口的。2024年它的總價值大約達到3.28億美元。而美國雖然佔全球人口只有4%，但是呢，美國人用的衛生紙量非常的多，高達全球的20%左右而已。現在加拿大的這一招，恐怕讓美國的衛生紙價格暴漲，又讓美國的通膨問題變得更加的嚴重了。包括美國的市售 Costco 啊，這些量販店其實賣的很多都是加拿大的衛生紙。而現在呢，加拿大也力倡要來自己買自己的國貨來去美化，讓這種網絡的電商平台呢，現在的熱度啊暴增。網站的流量有一個叫做呢 Buy Canada 的一個網站，現在訪客的這個瀏覽量已經單日暴增了大約200%。大家都說了，我們要買的就是加拿大自己的商品。旅遊市場的部分，今年呢前3個月前往美國的這個比例呢已經下降了大約達到1%，所以他們要繼續的重挫美國的這個旅遊市場。所以今天節目一開始，先請教賴老師怎麼看加拿大掀起的去美化買國貨的一個最新運動，變得史上可以看到加拿大有前所未有的最團結嗎？這是川普所逼出來的結果嗎？那麼從能源、鉀肥、民生到旅遊的制裁，真的能夠讓美國痛嗎？卡尼現在等於是和美國正式的撕破臉，賴老師怎麼看？當然會讓美國痛啊，這個道理很簡單，就是卡尼他採用的是精準式的打擊。
我覺得這一招是向中國大陸這邊學來的啊，也就是說，它更精準的是對美國的紅色州，因為中期選舉馬上要來了，所以它最精準的對美國的紅色州進行了打擊啊。這次卡尼是有備而來，而且他有恃無恐。更重要的地方是在於啊，他的反對黨派都站在他背後，所以卡尼也嚴格意義上來講也沒有退路了。因為您看反對黨所有的反對黨，他們都說我們必須團結起來支持卡尼。那你覺得卡尼還可以往後退嗎？第二個，魁北克過去都主張要獨立的，然後傳出說川普要去法語化，他們哪能接受啊？因為我在巴黎大學讀書啊，我很清楚知道法國人對他們的語文的感情跟態度啊。那這些講法語區的人，他怎麼能夠忍耐得住？說你要去，所以後來川普出來消毒嘛，說我哪有這樣講，這是講新聞啊，他們編造杜撰我沒有這樣講，那我愛死法文了，他是這樣講，但是事實上大家相信第一時間所說的，也就是他看到法語很刺眼，因為他說怎麼可以英語寫，法語也寫，這太刺眼了，要把法語拿掉，我想這是事實。那這個也激起了魁北克地區對於卡尼的支持，還有大省安大略省的省長最明顯的。他也支持卡尼要最嚴厲的方法來對待美國人，那也就是說，加拿大空前未有過的這種大團結，黨內外都團結在一起來支持卡尼，來對付這個川普的過程中，你想卡尼還能夠往後退嗎？不行了，還能夠示弱嗎？不行了，他已經沒有後退了，也沒有示弱的這個條件了，他只能一直往前打。可是，一直往前打，又怎麼樣能夠靈活的打，而且能夠打透美國？其實美加的貿易對加拿大很重要，對美國同樣很重要。為什麼？因為他們每一年的貿易額7100億美元左右啊，這不少啊。這第一個。第二個，如果以商品貿易來說，加拿大確實有順差。可是，如果你加入服務貿易來講的話，那就是美國順差了啊。還有一點地方是在於，加拿大賣給美國的都是不是高技術含量的東西。包括石油、天然氣，還有包括燃油，還有包括原木料等這些東西。可是如果說一旦有新的市場出來的時候，加拿大就有底氣了。中國大陸提供說，我支持你，我有這個新的市場，對大陸有沒有好處？有。大陸如果能夠從加拿大這邊得到能源的這些好的價格的話，大陸跟中東的國家跟美國談判就更有底線，更有籌碼了。大宗物資也是如此，所以事實上這是對於加拿大好，對中國也好的事。那這個雙好對美國不好，那這個怎麼不合作呢？所以中加的合作的條件也成熟了。在這個情形下，對卡尼來說，一旦他的能源不賣給美國，或是少賣給美國，那美國就必須要從中東海灣國家進口能源，而它的價格比加拿大貴的情形下，那你想想看，對美國來說這不利的影響啊，因為它的通膨還有它的能源，所以美國要跟加拿大打這場仗，坦白說沒有很大的條件跟籌碼，而加拿大在精準的對準這個紅色州來打的時候，那你想對於川普來講的話，他怎麼能招架？現在川普是表面上這個很強硬，可是我覺得以這場仗如果要持續打下去，美國川普沒有勝算了。好，那我們也來繼續的盤點，請教楊老師同樣的問題哦，就是加拿大現在痛打美國，到底哪一個政策、哪一個項目會讓美國最痛？那我們剛剛也說了嘛，打紅色州，包括了這些農民啊跟製造業，現在等於是說都被痛打啊，直接重挫川普的選票。那另外一方面，民生的部分現在也傳出說可能斷了美國150萬戶家庭的電，哪一招可能會逼川普讓步，是讓他最受不了的？楊老師怎麼看？在此之前呢，我們先問了，為什麼美國川普政府要對加拿大採取貿易的制裁？因為真的是貿易的協議談不攏嗎？還是說其實他就是要塑造這樣子的情況？然後呢，採取這種極限施壓。我覺得美國有兩個目的哈，也就在談判貿易協議的過程當中，美國是非常高姿態，而加拿大是無法接受。卡尼說的，他說最後有一些條件呢，是剝奪了加拿大作為主權國家對外貿易的權利。那我就聽懂了，也就是說，其實他是要把加拿大跟亞洲供應鏈，或者是更明確講，中國供應鏈的關係給斬斷清除。所以你清楚啊，
今年年初的時候，加拿大把中國電動車的關稅從100%跟隨了美國的100%降到7%。那你看看加拿大跟美國的邊界多長多寬鬆，那這樣的根本就是美國的市場就等於是進來了。你開了中國的比亞迪的電動車加拿大的牌照，你就直接到美國去了。所以這樣子的情況，美國不能忍受。其實他是在打一個大的戰略。那當然，另外我覺得美國對加拿大也有就是貿易甚至領土上的野心。所以這個是我覺得他為什麼這麼做。那加拿大看懂看不懂？當然看得懂啊。可是加拿大這個時候真的就告訴川普，我也是一個主權國家，你不要真的把我當作你的第51州，卡尼不吃你這一套。安大略省的省長的屁股很大，他自己講的。哦，那加拿大有沒有反制的能力？因為川普想，你賣到我這邊的商品佔我整個進出口只有1%，我給你。但是他沒有進去看那1%是什麼東西，很大的關鍵，而且很多人沒有算的那1%裡面，比如說所有國際對美國的投資排名第一的，一直都是加拿大。投資我們都沒有算在這裡面，排名第2才是日本，然後德國。然後呢，你看到，即使那個時候中國大陸對美國投資很夯的時候，還是加拿大排第一。沒有在這裡面的電力，對，我們這邊寫到了，在好多的這個五大湖甚至中西部的電網，通通電是來自於加拿大的。以及鉀肥，我們也寫到了，還有這個就是原油，然後呢一些稀有的礦產，像是鉀，像是鈾，以及這個就是我們講到的民生的衛生紙。為什麼呢？因為加拿大的森林廣闊啊，所以它有很多的再生的這些就是設施在這邊。那這裡面還有提到的，我也親自去過加拿大落基山脈靠東的這邊呢，有個叫 Calgary， 它每年都會辦一個牛仔節。在加拿大有牛仔節，因為加拿大有非常龐大的就是那個牛羊的放牧，所以它有牛仔節，有相當多的牛肉是來自於加拿大。美國本土雖然也有產，但是呢，很多也來自於加拿大，也出口。所以這裡面加拿大對於美國其實有好多的這些，就是可以去跟美國扳手腕，而使美國出現就是說不可替代的這種情況。不過我最後要講的一個，加拿大之所以能夠硬起來除了他自己本身的這個非常有智慧的總理卡尼之外，以及他自己加拿大人這一次的這個民族主義國家認同能夠凝結之外，還有一個很關鍵的是，他其實跟過去比較起來，他對亞洲跟中國大陸這個整個供應鏈的連結，使得他不再需要美國了。那這一次反而美國讓加拿大跟美國的這種相互依賴的關係從物質上這個切斷，從心理上也切斷。好，所以現在等於是說，從卡尼總理一直到舉國加拿大都已經掀起的反美情緒。那確實卡尼的精準打擊打在了川普很擔心的紅州，那也包括了農業啊、工業啊，甚至已經打到一般普通老百姓的民生，甚至是投資等等都會受到影響。那另外一方面，其實我們等一下請酈將軍來帶我們特別看到的是，卡尼也打在這個軍事上面，針對於美國，他們決定呢要增加加拿大的國防自主，要來完全的幾乎啦。希望能夠做到去美化，所以最新消息我們來看到是加拿大原本規劃了，他已經說好了，這個我們接下來可能會規劃拿這個277億的加元要去買88架的 F-35戰機，但是現在呢，這一筆預算可能會被重新檢視，就是卡尼會來重新來決定到底要不要花這一筆錢，甚至出現接下來讓 F-35搭配瑞典的斯鳩戰機這樣子的一個構想。那再來就是說，我們剛剛說嘛，卡尼說要國防自主化，他確實在這個經費上面已經確定了砸下的金額，包括今年宣布了5000多億加幣，也就是換算3660億美元的一個計劃，來加強加拿大在軍事的發展，並且他規劃未來10年之內要讓他們的國防合約交給加拿大本土企業來生產，從目前大約佔比只有40%，說10年之內要提升到70%左右，把這個製造業逐步
讓本土來做，甚至讓盟友之間來一起合作，怎麼樣就是要降低對於美國的依賴。軍事妥善率也定下了更高的一個目標哦。海軍艦艇妥善率說要達到75%，陸軍的車輛80%，空軍飛機也有85%。怎麼看卡尼的這項決定，李將軍？我試問一下哈，加拿大的這種軍事上假想敵是誰？好像沒有是美國嗎？也不應該是美國哈。那誰會侵犯到加拿大？加拿大其實跟美國是一樣安全的，北邊是這個北極嘛，南邊是美國哈，然後東西兩邊分別是大西洋跟太平洋。那他發展國防、發展軍事在幫誰？他的假想敵是誰？他每一次都在幫美國打仗哦。從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開始，歷次的戰爭只要由美國出面去打，然後加拿大一定是在旁邊跟小弟，跟在後面摇旗吶喊哦，一直到最近的波灣戰爭。除了说最近這次對伊朗動手，這個美國要加拿大加入，加拿大不加入之外，之前包括對這個幾次的波灣戰爭，加拿大都有參加。不要忘了，加拿大還是跟美國一起的五眼聯盟的其中一個國家哈。所以在這種狀況之下，這個美加兩國在軍事上鬧翻哈，我覺得受害最深的是誰？如果美加兩國真的是在軍事上原來同盟都已經鬧翻了，最倒霉的是美國的小朋友。為什麼呢？因為今年的聖誕節他們就看不到聖誕老公公來送禮物了。因為每一年大家知不知道，美國小朋友一定會打電話到北美防空司令部問說這個聖誕老人到哪裡了？那代表什麼意思？當然這個我們可以當作童話來看，溫馨的一個聖誕節的故事。可是是不是代表說是這個美國自己最大的威脅就是，如果說是從俄羅斯發射導彈的話，它一定越過北極經過加拿大才會攻擊到美國的本土。所以加拿大事實上是在美國的北方替美國當盾牌，扮演盾牌的角色。那美國不去加強自己盟友的武力，反而現在來講的話去跟加拿大鬧翻，我覺得軍事上對美國來講就是一大損失。當然短期之內加拿大雖然說自己想要建立自己的自主國防，可是我覺得要成功也很難的。比如說這是具體來講，加拿大要買的 F-35戰機，就跟美國買，事實上是提供美國軍工產業，讓它能夠持續生產下去。那你現在跟美國鬧翻，因為經貿的關係鬧翻之後，那加拿大說我現在只買一半，他還是要買，他只是不買88架，他買44架，另外44架的錢，他跟瑞典買這個施鳩戰機，可是你要知道，施鳩戰機裡面那個發動機 F414。發動機也是美國製造的甚至於施鳩戰機很多供應鏈也是美國的，那會不會美國不爽說，你跟這個瑞典買不跟我買，那我就減少對瑞典的發動機，我不給他，你沒有發動機，你的戰機就做不出來，你戰機做不出來，你加拿大怎麼去買呢？這是第一個第二個，如果說是當然卡尼有這個雄心壯志，要建設自己的國防產業提升自己的國防妥善率。大家注意到，他不是要重新建軍艦，他也沒有能力去做飛機他只是提高妥善率。提高妥善率什麼意思？我自己做自己的維修能力，比如說我的軍艦不再去美國維修，本來我這個軍工產業的部分我就投資在我自己的軍工產業的這些企業，讓他有能力來達到維修軍艦、維修飛機、維修車輛。我覺得對於加拿大來講這也是反制的一種手段。我覺得這是很務實的一個做法了。他沒有吹大牛說我要自己要做飛機，沒有，他只是說我提升我的妥善率，增加我維修能力。那我覺得將這個產業這個資本投入到這方面我想確實是有機會可以提高加拿大的國防軍事的產業。好，謝謝李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觀眾朋友們，我們要開會員頻道啦！因應呢美中、中東還有印太的亂局，你看到的是新聞，我們看到的是背後誰在操控這個世界。加入會員可以取得獨家視角的通行證，你將優先取得更深的觀點判讀，包括了核心真相分析、歷史脈絡拆解、局勢推演邏輯。同時解鎖會員勳章、優先互動權、問題解析、幕後花絮，支持我們制作高品質的影片。點擊下方的加入鍵，一起成為戰友吧！我們會員頻道見。